我们今天要来聊一部很多人心中的神剧，也是穿越剧的，可以说是始祖之一了，《寻秦记》。《寻秦记》这部作品，为什么能红超过20年？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？对，同时也要来挖一挖那个电影版的改编之路，究竟是遇到了哪些妖魔鬼怪？最后，当然要带你重温一下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经典桥段，把这个横跨世代的文化现象给拼凑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敲碗敲了20年的电影版开始吧。这部片的制作过程根本就是一场史诗级的难产呐、从2017年就说要拍，一路延到现在，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？这背后啊，其实最关键的核心人物就是古天乐自己。哦，整个计划与其说是商业考量，不如说更像是他个人的圆梦计划。你看啊，早在2010年，他就已经开始去谈小说的版权了。这么早？对，甚至为了能完全主导拍摄，他在2014年干脆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天下。哇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影项目，这更像是他赌上一切，想把当年的兄弟们都找回来，再创一次经典的那个梦想工程。总投资额高达数亿港币，手笔非常大。等一下，档期难瞧，后置花时间，这很多好莱坞大片也都会遇到吧？当然，但你资料里特别点出一个中国大陆对穿越题材的审查，你问到重点了。它到底对剧本造成了什么具体的影响？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让这部片子拖了这么多年呢？这就是最尴尬的地方。中国广电总局对于穿越这个题材的态度一直都很暧昧。暧昧？对，他们不喜欢那种随意篡改、颠覆历史的剧情。这就让《寻秦记》这种直接把现代人丢回战国时代，还跟秦始皇本人有密切关系的故事，变得非常敏感。的确是。所以剧本必须一改再改，想办法在穿越这个核心设定上打擦边球，既要保留原味，又要符合审查。哇，那就会变成了一个那个价值数亿港币的巨大赌注诶。没错。哦，我懂了。所以他们一方面要用情怀这张王牌，把我们这些看着 TVB 长大的老观众拉进电影院。对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必须向现实低头，修改剧本来迎合中国大陆的审查，还有那些可能根本没看过原版的年轻观众。是的。这两件事从根本上就是互相矛盾的嘛。完全正确。他们等于是在走钢索。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一个巨大的矛盾，它到底是要服务老粉丝，还是要开拓新市场？这两种观众的口味跟文化记忆是完全不同的。就是啊。讲到市场，就不能不提演员啊。我看你资料里有个点，直接点出演员的平均年龄都超过50岁。哇，这在现在这个追求流量、小鲜肉当道的市场里，听起来根本是票房自杀行为啊！但你的资料好像有不同看法。对，这就是另一个有趣的辩论点。有一派观点认为，这恰恰是最大的卖点。怎么说？对忠实粉丝来说，谁要看新的年轻演员来演项少龙跟巫廷芳？也是了。我们要看的就是古天乐、轩轩、郭羡妮、林峰这群人聚在一起，光是看到他们同框，20年的回忆就都回来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情怀无价。没错，而且资料也提到，这些演员经过岁月的历练，演技比当年更纯熟，或许能为角色带来我们从没见过的深度。这说法很理想化了，但我们都知道，电影市场是很残酷的。对那些没看过原版，只是想看一部娱乐大片的年轻观众来说，看到主角群的年龄，真的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却步吗？这正是风险所在。资料分析，中国大陆的年轻观众没有我们的 TVB 积极回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资深演员的号召力，可能还不如一个当红的流量明星。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，赌的就是情怀的力量能不能跨越世代和地域的鸿沟。不过好像也不是所有原班人马都愿意加入这场情怀的赌局。没错，这也带出了另一种非常值得思考的声音。当年饰演大反派连晋和嫪毐的姜华就坚决拒绝回归。对，为什么？他公开说过的话其实很发人深省。他说，
一个演员为什么要重演20年前的角色？对我来说，这没有任何突破。他觉得经典之所以是经典，就应该完美的留在观众的记忆里，不要去碰它。对，任何试图复制或延续的行为，都可能是在破坏那份纯粹。这个观点很有趣耶，等于是一个艺术家风骨和商业操作的对决。没错，一边是古天乐代表的我们要让经典传承下去，另一边是江华代表的我要守护大家心中最美好的回忆。这两种想法其实都没有对错，就是选择不同。是的，江华的选择提供了一个艺术家的视角，提醒我们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对经典的尊重。究竟是该守护经典的传承，还是将其作为商业卖点？这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聊了这么多电影版的挣扎，我们好像该回头看看，为什么20年前的原版电视剧会成为一个这么难以超越的经典？到底它有什么魔力，让古天乐愿意花20年去圆一个梦？我想故事的核心魅力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，就是降维打击。降维打击。你看，项少龙是一个21世纪的香港特警，他拥有的知识、思维模式、价值观，都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。对，他用现代知识在那个野蛮的战国时代里求生存，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冲突和趣味。像是他会用三棱镜折射阳光，制造出彩虹来哄女生开心。对，在古代人眼里，这个魔法没两样。没错，在当时的电视剧里真的非常新鲜。对，这些细节让穿越这个概念变得非常具体、有说服力。他不只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现代人，他是真的在用他的现代灵魂跟那个古老的时代碰撞。但更有趣的是，故事不只停留在这些小聪明上，而是把赌注拉到了最高级别，改变历史。没错，他的任务超级硬核，是要回到过去，确保少年时期的嬴政能顺利登基成为秦始皇。对，但这里就出现了故事里最大的一个神转折，对吧？真正的嬴政居然在一场混乱中意外死掉了。这一下就把整个故事的张力拉到顶点，项少龙的任务彻底失败，完蛋了。为了弥补这个天大的错误，他好在赵国找了一个长得跟嬴政很像的混混少年赵盘，硬把他扶上位，让他冒名顶替。从这一刻起，故事就从见证历史变成了创造历史。对，这也让项少龙跟这位假嬴政赵盘之间的关系变得超级复杂。他既是赵盘的师傅，又是他的恩人，某种程度上也是把他推入权力深渊的罪魁祸首。而这背后其实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：历史的洪流到底能不能被一个来自未来的人所改变？项少龙的初衷是想让历史走上正轨，但他介入的结果却是亲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，可能比历史记载中更残酷的秦始皇。哇！他跟赵盘从情同父子到最后反目成仇，互相猜忌，这条关系线的悲剧性才是寻秦记真正抓住人心的关键。而且不只是主角，对，像单柔，她不只是一个酷酷的女刺客而已。她跟项少龙之间那种亦师亦友，介于爱情和友情之间的模糊地带，在当时的电视剧里真的非常少见。对啊，她总是在项少龙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却又从不所求名分，最后潇洒离去。那种独立女性的形象，在20年后来看还是很前卫。还有巫廷芳这个角色，她的成长曲线是整部剧里最完整的。对，我超爱这个角色。我们一开始看到她是一个被宠坏的、刁蛮任性的大小姐。但随着剧情推进，她经历了家破人亡、被玷污、流落江湖，一步步蜕变成一个坚毅、成熟的女性。观众是跟着她一起痛、一起成长，那种情感的投入是非常深的。对，你说到重点了，是成长。包括那个大反派连晋，也不是一开始就坏。没错，他本来是赵国第一剑客，有着自己的骄傲和抱负，但是因为被项少龙的光环打压，加上被心爱的人背叛，才一步步被嫉妒和权力欲吞噬，最后变成了那个阴险毒辣的嫪毐。对，你会觉得他可恨，但同时又会对他最初的遭遇感到一丝同情，这就是角色塑造的成功之处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成功的穿越故事，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核心悬念，再加上一群有血有肉、不断成长变化的角色，这三者加在一起，
才共同造就了《寻秦记》这部无法被轻易复制的经典。所以我们今天聊下来，看到的是一个承载了一代人记忆的经典，在20年后挣扎着想在大荧幕上重现当年的魔法。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，有着更严格的审查、更挑剔的观众和一个已经不再熟悉 TVB 辉煌岁月的年轻市场。没错，挑战就在于如何忠于原著精神的同时，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电影制作环境和文化氛围。古田乐自己说过一句话：经典不是复制，而是传承。但问题是要怎么传承？是原封不动的保留，还是要为了适应新时代而做出改变？这条界限非常难拿捏。这也为你留下一个最后的思考点。我们在剧里看到，项少龙试图修正历史，结果却因为他的介入，亲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。这跟古田乐和电影版《寻秦记》的处境是不是有种奇妙的对照？他想重现一部经典，但在经历了20年的延宕、市场的变迁和审查的压力之后，最终诞生的成品，还可能忠于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初衷吗？或者它注定会演变成一个样貌不同、精神也可能相去甚远的全新作品？当我们说要守护一份传承时，我们守护的究竟是那个最初的凝固在时间里的样貌，还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那个持续演变、挣扎求存的精神本身呢？